Hello， 大家好！一眨眼呢，已经是25年的8月份了啊，距离1年1度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还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过关注机圈的小伙伴呢，应该也都知道，每年新 iPhone 发布之前，各种手机壳、钢化膜、机膜呢会先行一步。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啊，我们就结合目前的爆料汇总，以及 iPhone 17系列全系真机膜来一个前瞻分析啊，看看今年的 iPhone 17、17 Air、17 Pro 以及17 Pro Max 啊，到底会有哪些升级变化。从 iPhone 11 Pro 系列开始啊 ，iPhone Pro 系列的后盖造型已经是连着用了整整6代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呢，确实已经是严重的审美疲劳了。比如说我们手上这几台 iPhone Pro 版不看颜色，你能分辨哪台是哪台吗？所以iPhone 17 Pro 系列就外观这块确实是近6年来变化最大的一次了。圆角矩形 Deco 横跨背面乍一看呢，有种隔壁安卓之光那味了。当然，17 Pro 的 Deco 圆角呢要更大，比较契合这个机身的设计，视觉上看着呢会更加修长些。闪光灯、麦克风、激光雷达都移到了 Deco 右侧，起到一个视觉平衡的效果。今年17 Pro 系列 Deco 部分设计大改，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和新的潜望模组更大有关系。顶部这一整块区域整体凸起可以容纳更多的模组空间。机身侧边的按键布局对比16 Pro 系列是完全一样的。相机的按键位置依旧是比较尴尬属于是横屏使用太靠中间，按压不顺手；竖屏用呢太靠下面也不顺手。反正就大米个人角度来说 ，iPhone 的这个拍照按键确实是很难用。不知道今年交互层面会不会有什么更新？按照前2年的情况，临近新 iPhone 发布，机膜的3维尺寸数据应该算是比较接近了，但质感这块呢，肯定是没法和真机比的。毕竟机膜用的是塑料加亚克力材质。尤其是今年17 Pro 新增的这个流行色，目前网上的渲染图呢都是饱和度略高的橙色。那么看这个渲染图，大家觉得满分5星，你会给几星呢？讲真今年 Pro 版这个颜色给标准版用我还信，但 Pro 系列用这个颜色总感觉呢得打个问号，因为之前 Pro 系列基本是没有用过高饱和的色系，而且机膜的色差呢看着挺大有点略偏粉色了。反正旗舰机质感这块，苹果的 Pro 系列一直都拿捏挺稳的。就看最终真机表现到底怎么样了。屏幕尺寸上，17 Pro 系列还是保持 6.3 英寸和 6.9 英寸这2个，但是机身厚度方面呢，17 Pro 相较于16 Pro 系列都有所增加，机膜重量分别是203克和239克左右，厚度呢都在 8.5 到 8.6毫米的样子。这点应该也和今年17 Pro 系列更大电池以及更强的散热有关系。目前的爆料消息呢是 Pro 约3900毫安时 ，Pro Max 则是苹果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5000毫安时。虽然说这个容量和现在动辄6000毫安时以上的国产安卓旗舰相比差距呢依然是很明显。但如果明年三星 S26 Ultra 依旧保持万年的5000毫安时容量的话，那么17 Pro Max 电池容量是有很大概率超过3星的。影像上，主摄和超广角15 Pro 和16 Pro 先后升级到了4800像素。按照1年升级1颗的节奏今年基本呢就是长焦升级到4800像素底呢相应的也会更大些。对比目前16 Pro 系列1200万像素，可以利用 In-Sensor Zoom 技术提升高倍率变焦下的解析力，同时呢降低光线稍暗环境下的噪点。但是相比长焦传感器本身的变化，其实呢我会更关心17 Pro 系列长焦焦段会不会大改。16 Pro 系列的5倍等效呢是120毫米，随手拍呢还是太远了，也不支持微距。日常随手拍的便捷性呢还不如之前的3倍，而且体验上呢也有个明显的短板，那就是2倍到5倍之间靠主摄裁切是明显不够看的。安卓的超大杯现在要么是上双潜望长焦解决焦段之间的接力问题，要么呢就是上85毫米的大底大光圈高像素长焦，提升裁切的效果。考虑到17 Pro 系列铁定呢还是3摄，我觉得焦段上给到一个75毫米到85毫米会更加实用。至于传统的优势项目视频这块，应该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晚。毕竟现在 iPhone 呢都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短视频创作者的生产力工具了。随着 A19 Pro 算力提升，视频的动态范围、分辨率这块估计呢会进一步向上突破。设计上，17 Pro 还有一个细节变化，那就是苹果的这个 logo 相比前几代呢是下移了不少。根据网传的图片来看 ，MagSafe 的词环呢并没有往下移所以说这个 logo 位置调整可能还是基于设计上的考量。
因为大 decal 的关系，放在原来的位置看起来呢可能会导致视觉重心太靠上。众所周知啊，最近3代 iPhone 卖的最差的型号就是这个 Plus 版本，而且这个差呢不是差一点半点啊，比如说到今年4月中旬，16 Plus 国内的激活量呢甚至都没到 Pro 的零头。核心原因嘛，还是 Plus 对比标准版真就只是电池大一点，屏幕大一点啊，其他呢完全一样，祖传的60赫兹屏幕，没有长焦，也不是满血 A 系列处理器，存储容量也是128GB 起步，但是价格呢要6999元啊，这个价格安卓超大杯的产品里属于是直接吊打了，连果吹看了都摇头。所以今年17系列 Plus 版本呢是直接被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17 Air。核心差异化卖点呢就是超薄，设计方面呢也和标准版做了一些差异化啊，相机 decal 采用是横向大药丸设计，上头呢只有一颗4800万像素的主摄啊，甚至把超广角也直接给干掉了。因为机身超薄，所以说这颗镜头看着呢也特别凸。侧看的话有3层台阶凸起，玻璃饰板1层，金属圈1层，然后呢再是蓝宝石玻璃盖板。机膜的实测厚度呢约5.5毫米左右啊，屏幕尺寸也是 iPhone 序列里面全新的6.6英寸120赫兹 OLED 的。在这个机均厚度8到9毫米的时代，重新拿到5字开头的机型啊，多少是有点惊喜啊，甚至有种不真实感。那满分5分，你会给 iPhone 17 Air 这个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就是啊，这么薄的情况下，机身强度顶不顶啊，就要结合正式发售后看疗效了。目前爆料消息呢是 iPhone 17 Air 的边框依旧是钛金属，用来提升结构强度。细节上，17 Air 中框和屏幕后盖衔接部分呢要比 Pro 版更加圆润些。侧边的按键布局呢和 Pro 一样啊，也是有相机按键的，但是呢明显都要更窄。因为是单摄 decal 呢更窄，所以留给手指操作的区域呢明显要比 Pro 更大。日常使用呢基本不会顶到手指。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好奇啊，这5.5毫米的厚度是不是握着也特别爽啊？那倒也不是啊。17 Air 机膜这个厚度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折叠屏展开后的厚度效果，因为实在是太薄了，手掌接触的面积其实是比较小的，缺乏这个有效的支撑性。手感呢，反而是7.8毫米左右的标准版要更好，可能是机身太薄的关系啊。据说这次17 Air 国行版本也是没有安排 SIM 卡卡槽的。虽然说最近有消息说各运营商要重启 eSIM 项目啊，但是显然这1个月时间肯定还是没法全面铺开的。所以说17 Air 版本我猜测，要么是国行版本开售时间会比较晚，要么呢就是可选择的运营上会比较有限。Type-C 接口没有完全居中，并且下扬声器的开孔也明显更少啊，估计呢也是给机身强度让路。那么轻薄的代价是什么呢？啊，答案就是这个电池啊，毕竟这么薄的机身下，17 Air 呢依然是有 MagSafe 的，这也会进一步挤占电池仓的空间。目前各种爆料消息啊都指向17 Air 的电池容量只有2800到2900毫安时，哎，咋说呢？妥妥能用1天。虽然说3纳米旗舰 SoC 能效呢都不错啊，但毕竟啊，2025年的应用负载压力和7、8年前的话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还有高刷新率，17 Air 的续航铁定是明显低于主流旗舰机的。我觉得这也是 Air 的市场表现不一定会比 Plus 强很多的原因啊，因为除非你不打算作为主力机使用。iPhone 17标准版基本上还是和16系列一样。椭圆形竖排双摄，后盖设计呢没有任何惊喜，主摄依然是4800万像素，支持2倍的无损裁切，外加一个超广角。电池容量从3561毫安时提升到了3600毫安时，属于是蚊子腿肉也是肉，能提升一点是一点。屏幕由6.1英寸扩大到6.3英寸，不过在机身宽度上，我们这台机模还是和上代6.1英寸屏幕的16保持一致，14呢约71.5毫米左右。长宽基本是和16 Pro 是一样的，也就意味着今年 iPhone 17标准版屏幕呢也会同步升级到 LIP 分装工艺，实现超载4等边。另外一个史诗级升级呢，就是今年 iPhone 17标准版终于是要上120赫兹高刷新率了，这一次应该是没啥意外了。当然，这个史诗级升级啊，主要是针对 iPhone 自己标准版来说的啊。毕竟啊 ，iPhone 13 Pro 上高刷之后，大家呢都在说下一代标准版大概率会上啊。结果呢，这一等就是3年啊，以至于今年 iPhone 17标准版早期曝光采用说是 LTPO 屏幕的时候，部分网友还觉得会不会是1到60赫兹的 LTPO？
毕竟啊，高刷这个东西对于手机来说，压根不是啥高成本有难度的技术。对于苹果来说呢，只是用最低的成本强行拉开标准版和 Pro 版的体验差异罢了。iPhone 17系列外观呢，基本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看看大家比较关心的性能部分。A19 系列处理器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保持 Pro 版和标准版2个版本，采用台积电 N3P 工艺，你可以理解为 N3E 性能小幅优化的版本。标准版和 Pro 版主要呢还是通过 GPU 的核心数量以及 CPU 的峰值频率来做区分。比如说 A19 的 CPU 依然是2+4，峰值频率呢是3.9 GHz，GPU 呢为4核版本。A19 Pro 同样2+4，但是峰值频率明显要更高。当然也不排除今年 A19 Pro 可能会增加2个小核 ，GPU 则是6核版本，而且大概率呢就是17标准版用 A19，17 Pro 系列用 A19 Pro。至于17 Air 嘛，有可能是 A19，也有可能是 A19 Pro。按照目前的消息 ，Geekbench 6跑分预计单核呢是4000加，多核呢是10000加。相比上代 A18 Pro， 只能说是常规进步吧。单核性能依旧有优势，但是多核呢大概率还是会被安卓阵营这边超越。至于 GPU 的性能方面，还是得看苹果愿不愿意堆规模。反正峰值性能这一块，近2代 A 系列的 GPU 都没有干过发哥和高通。当然 ，iPhone 目前的性能瓶颈呢，倒也不是 SoC 的峰值性能，而是散热。去年 iPhone 16 Pro 系列上只能说稍有改善整机性能从之前的4瓦出头提升到了5瓦出头，但是距离安卓旗舰动辄6.5瓦、7.5瓦左右的性能释放，还是有不小差距。今年结合前面 iPhone 17 Pro 系列更换铝合金中框减重、厚度增加，17 Pro 系列搭载 VC 液冷版的消响，可信度我觉得不低。如果到时候实际能够来到6.5瓦这的性能释放，那么今年 iPhone 高负载游戏的表现应该是能和安卓旗舰有一战之力了。不过呢，这个变化也仅限于 iPhone 17 Pro 系列，标准版呢估计还是采用石墨烯散热片，而 AR 机型的散热基本就不用想了，这么薄的机身下还堆散热，显然是不太现实。性能释放大概率也会是4台机子里面最怂的一个。当然，具体呢还是得结合零售版实际来测试。基带方面 ，iPhone 10系列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呢，17 Air 会采用自家的 C1， 标准版和 Pro 版 Pro Max 今年呢应该还是用高通的。但是往后的 iPhone 18系列呢，有很大概率全切自研基带。虽然说国行版本 Apple Intelligence 迟迟未能落地，但是 Apple Intelligence 带来的硬件提升，国行用户呢还是能够体验到的。这次 Pro 和 Air 机型直接上了12GB 内存标准版虽然说还是8GB 内存，但是目前来说配合 iOS 的后台机制，体验上呢倒是也没啥问题。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快充去年说40瓦但实际上呢只有在跑分高负载场景能够短暂达到，正常息屏充电呢还是27到28瓦的样子。那么大家觉得苹果啥时候能上60瓦级别的快充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反正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按照苹果对于快充速度这块的态度今年大概率呢还是老样子，能给个30瓦到40瓦的稳定有线快充功率就谢天谢地了。另外也有爆料图显示呢 ，MagSafe 快充功率提升到了50瓦，15瓦都超速了，现在直接超速3倍我觉得可信度并不高。OK， 那么结合目前的消息做个简单的小结。今年整个 iPhone 17系列理论上提升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iPhone 17标准版，更大的屏幕、更大的屏幕边框最重要的是上了高刷新率。iPhone 17 Pro 系列有 A19 Pro 加持，还有 VC 液冷版理论上游戏性能有不小提升。影像部分凑齐了3颗4800像素传感器，长焦提升了望远能力，但实用性呢还得结合具体的焦段来看。拍照这块追平安卓超大杯不太可能，视频这块呢依旧可以保持领先。不过我觉得 iPhone 的影像能提升多少，还要看它的软件能整出什么花活像16系列像摄影风格这种呢就很不错。至于 iPhone 17 Air 作为 iPhone 的新系列，热度肯定是不低但是考虑到实用性，这2900毫安时电池给我的感觉呢属于是你买你随意我买只评测，主力架是不可能的。感觉呢更像是给未来折叠屏 iPhone 试试水比如说机身的结构强度、续航接受程度等等。当然，以上这些呢大多是基于机模以及截止到目前的新机爆料汇总的解读至于 iPhone 17系列最终会有哪些升级，实际表现如何，还是以9月发布周为准届时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 iPhone 17系列全系的评测。以上这些预测结果准不准，大伙呢也可以在9月份新 iPhone 发布之后再来验证一下。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啊。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